但你知道20世紀60年代的黑人球員經歷了什麼嗎？尤西比奧每場歐洲比賽都能順利的隨隊出行嗎？我父親也是60年代的黑人，他當年打拼的時候，可能唯一的選擇就是保持沉默，忍氣吞聲，比別人優秀10倍才能得到一點點認可，讓人們說啊，其實他也很棒。朋友們，明天的英超2場重頭戏，切爾西对伯恩利，還有曼城对纽卡。尤其是曼城現在跟阿森納在冠軍的爭夺上已經達到白熱化。周日托特納姆熱刺會對阿森納。今天咱們就梳理一下曼城這邊，包括切爾西、阿森納這邊。英超已經進入了最後的12輪，真正的衝刺階段，誰也不能放鬆。好，感謝大家的評論、點讚、分享和熱推，也感謝您的訂閱。咱們這就開始。明天英超將迎來關鍵之戰，曼城在追趕的最重要时點，主場對陣紐卡斯爾聯隊。賽前呀，主帥瓜迪奧拉在新聞發布會說了一段非常有深意，我都不太聽得懂的話。這2天所有的新聞都圍繞着維尼修斯疑似遭遇的種族歧視。瓜迪奧拉的看法是，一個人是否優秀或者低劣，並不取決於他的出生地或者膚色。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存在於整個社會中，而不僅僅是足球領域。種族主義無處不在。如果你認為種族主義只與膚色有關，那麼你的這種行為本身就是種族主義。你以各種理由假裝自己比別人優越。哇，這發言太絕了！瓜迪奧拉的思想意識頂級的。什麼叫如果你認為種族主義只與膚色有關，那這行為本身就是種族主義？什麼意思？聽起來真的很有道理，感覺是誰跳的越級，誰本身就是種族主義。呱呱的意思是，真正的平等應該一视同仁，而不是因為膚色对某些人進行保護。如果大家看到黑人的第一反應啊，普通人而已，而不是哇，是黑人耶，我不能歧視他，我要保護他。要達到這種效果才叫平等。同樣的，黑人面對社會也應該是我和你們大家是一樣的，而不是我是黑人，我可以冒犯你們，你們不能冒犯我啊。那麼這才是正常的。怎麼說呢？老瓜給我的印象啊，他就是一個鬥士，在球場上是，在教練席上也是，在人類共同底線的共識上同樣是鬥士。我總覺得老瓜的意思是覺得維尼修斯格局太小。总之啊，同樣的意思從瓜迪奧拉嘴裡說出來，誰也看不懂，誰也不敢評論。但是穆里尼奧的話就引起了各方的批評。拜仁的黑人主教練孔帕尼今天又再次批評了穆里尼奧。孔帕尼说道，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因為在當今時代，這類話題似乎比過去更難以討論。我本來想看多特蒙德的比賽直播，但好像是付費頻道，我沒有權限，所以最後看了馬德里對陣本菲卡的比賽。我對這場比賽真的很感興趣，親眼目睹了這一切的發生。這件事有幾個層面，首先是球場上發生的事情，其次是球迷的行為，第三是賽後的發展。對我来說，這3個層面需要明確區分。球場上的情況，維尼修斯的反應是裝不出來的，那是情緒化的本能反應。我不認為他去找裁判傾訴所有的委屈對他有任何好處，他完全沒有理由這麼做，但他還是做了。我覺得在那一刻，他只是覺得這是正確的選擇。他身邊的姆巴佩通常都很圓滑，會兼顧各方，但這次姆巴佩非常明確地說出了自己聽到的和看到的。賽後接受採訪時更是態度堅決。當然，還有一名球員用球衣遮住嘴說話，這一方面我覺得還算可以理解。有球員投訴，有球員否認，除非當事人主動承認，否則這確實是個棘手的案子，我能理解。但背景是，你能看到體育場裡有人做出猴子般的手勢，這確實發生了，視頻裡也有記錄。一方面是球員之間的爭執，另一方面是球迷的種族歧視行為，而最糟糕的是賽後的发展。赛後，一個組織的領導者穆里尼奧攻擊了維尼修斯的品格，用他的慶祝方式來诋毀維尼修斯在那一刻的行為。對我來說，作為領導者，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也是我們絕對不能接受的。此外，穆里尼奧還提到了尤西比奧的名字，說本菲卡不可能有種族歧視，因為他們的队史最佳球員是黑人。這可能就是當時的現實。而今天，有人用他的名字來指責維尼修斯，而維尼修斯所處的環境讓他有機會發出聲音。歐洲還有很多聯賽的球員沒有這樣的話語權，比如在匈牙利、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如果黑人球員遭遇種族歧視，他們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持。至少維尼修斯的處境讓他有機會抓住這一刻進行抗議。我並不覺得這個話題難以啟齒，因為說實話，在很多方面，
我並不適應現在世界上發生的很多事情，我真的不適應。我不想加入任何一個陣營，但看到球員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希望最終能有一個合理的結果。如果本菲卡的那名球員真的說了那麼惡劣的話，我希望能有道歉的空間，讓他說對不起，我犯了個錯誤。這也會對最終的處理結果產生影響。沒有人是完美的，這也是一個好的進步。但現在我們正在剝奪所有這樣的選擇，因為我們制造了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对立。你必須站在某一邊，否則就是錯的。但實際上我們不能做的是不公平地懲罰別人，也不能无視和抨擊那些遭遇不公以後敢於發聲的人。這種經歷對當事人來說一定非常痛苦。我還在想，穆里尼奧在老特拉福德華貴慶祝，在米蘭的半決賽對陣巴塞羅那的時候跑到巴薩球迷面前慶祝，在羅馬對陣塞維利亞時也有類似的慶祝行為。當時沒人說他的慶祝方式有問題，但現在面對維尼修斯的情況，卻有人拿他的慶祝方式來說事兒。我們應當聽聽當事人的聲音，捍衛一些簡單的道理。我認識很多經歷過種族歧視的球員，薩繆爾、巴洛特利都遭遇過很多次。這難道是因為他們的慶祝方式嗎？或許他們只是性格鮮明。如果維埃拉遇到這種情況會怎麼樣？我自己20年前就在塞維利亞遇到過。那是20年前，我在塞維利亞，蒂奧特曾經效力於紐卡斯爾聯隊。他在前往中國期間因心臟病發作去世。他是個心地善良的好人。當時我們倆都只有18、19歲，去參加一場比賽。塞維利亞的球迷在看台上唱着帶有種族歧视的歌曲，做出猴子般的手勢，但我们還是完成了比賽。我在那場比賽中進球了，因為這件事我更加努力了。但那也是我職業生涯中最美好的時刻之一，因為體育場裡大多數忠實的塞維利亞球迷開始噓那些極端的球迷。球迷之間甚至發生了衝突，他們不接受這種種族歧視行為，這讓我感到很欣慰。我當時想，世界並不完美，有很多問題，但至少同一個俱樂部的球迷會為了反對不公而發出聲音。後來我成為了教練，不久前我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有人喊棕色的猴子，我提出了投訴，但之後各種政治操作讓這件事不了了之，沒有任何後果，而我還算有話語權。那些沒有話語權的人該怎麼辦？問題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事件發生以後，相關方面的處理方式基本上都是在掩蓋問題。這種問題最終會轉化為機會的缺失，因為受害者會被越推越遠，被貼上越來越多的標籤。而實際上我們需要的是彼此靠近，這需要很多時間和努力。最後我想說，不要非黑即白，不要互相攻擊。我知道穆里尼奧的為人，所有和他共事過的球員都对他評價很高，都很喜歡他，所以我理解他的為人。他是在為自己的球隊和俱樂部而戰，他做出了自己的決定。一個壞人不可能得到所有共事過的人的正面評價，所以我知道他是個好人。我不需要評判他的人格，但我聽到了他的言論，我也理解他可能的動機，但他確實犯了一個錯誤。希望未來這樣的事情不要再發生，我們能夠向前看，共同成長，關注我們能一起做的事情，而不是那些總是讓我們分裂的事情。哇，我的天啊，難得見到孔帕尼說這種話。看來這樣的事兒對黑人球員、黑人主教練都是原則性問題。這能夠看出孔帕尼作為有色人種，對於種族歧視有着非常不好的回憶，也有非常堅定的反對態度。孔帕尼在講到自己父親的時候，感覺有些情緒，這種真是真情流露啊。而且他抓住了一個關鍵點，結合自己和父親的親身經歷，點出了黑人尤西比奧在60年代是足球英雄，但這不等於種族主義在60年代不存在，這是個邏輯問題。關於歐洲的種族歧視歷史問題，可能沒有人比孔帕尼這種2代黑人移民更有發言權。而且在今天的足球世界，不盲目站隊，這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品質。所以有點被孔帕尼圈粉了，他不是簡單的站隊，說話很有高度，也難怪是瓜迪奧拉的得意弟子啊。那麼今天巴西足協也發布了正式的官方聲明，表示已經致函非法和歐足聯，要求嚴懲種族歧視維尼修斯的球員。不過另一方面，本菲卡俱樂部就皇馬的巴爾韋德在那場比賽中對本菲卡後衛達爾的暴力行為向歐足聯正式投訴。當時比賽第83分鐘，烏拉圭小隊長巴爾韋德疑似掌擊了對手的頭部，當時裁判沒有給予判罰， VR 也沒有介入。老 K 看了這個動作的慢鏡頭回放，我個人覺得這應該是暴力行為。當時巴爾韋德抬起了手臂，用一個擊掌或者拳擊的動作打了達爾的頭部，
而裁判在邊裁的示意下，僅僅判罰了直接任意球。可是畫面可以看到有一些暴力行為，清晰而且明顯 ，VAR 本應介入。所以那一場比賽，穆里尼奧在下半場被罰出場後，他賽後抱怨了主裁判的執法，他指責主裁判沒有向卡雷拉斯和楚阿梅尼出示應該出的黃牌，使二人得以參加次回合的比賽。現在看來，巴爾韋德的這次攻擊也逃脫了處罰。現在這一次種族事件也在升級。葡萄牙的國家機構預防和打擊體育暴力管理局已經正式介入調查本菲卡球員的行為，確認是否存在種族主義。那麼對普雷斯蒂安尼和本菲卡不利的是，一旦調查確認事實成立，案件將移交刑事司法部門，當事人將面臨法律後果。如果認定普雷斯蒂安尼有罪，初步的結果將是高額罰款。目前雙方立場对立，本菲卡力挺自家球員，而皇馬方面則情緒強烈。另外，歐足聯的體育處罰可能會來得更快，因為根據歐足聯的章程，基於膚色、種族、宗教、出身、性別或性取向的歧視性辱罵，可能會被處以最高10場禁賽或者無限期的禁賽。維尼修斯和穆里尼奧嘛，現在維尼修斯對穆里尼奧是非常生氣，極為不滿。維尼修斯和自己的团队認為，像穆里尼奧這樣一位在足球界擁有巨大話語權的人物，他的言論完全有失水準。穆里尼奧竟然將所謂的挑釁式的慶祝和遭受種族主義侮辱劃等號，放在同一高度來談論，這種做法簡直令人惡心。說實話，他們也非常震驚，萬萬沒有想到，在足球圈地位如此顯赫的人，竟然會為那種令人作嘔的行為去尋找這種邏輯的辯解。維尼修斯團隊已經把這筆賬記下來了，換句話說，他們非常憤怒，完全出乎意料。過去這段時間，雙方沒有任何接觸，絕對沒有任何溝通。穆里尼奧和維尼修斯誰也沒找誰，所以我們就要看接下來的第2回合比賽會發生什麼，看看到時候是不是會有人想出來圓場化解矛盾。而皇馬主教練阿韋羅亞倒是說了句很客觀的話，他說不管維尼修斯做了什麼，都不能成為種族歧视的理由。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不能讓這件事兒就這麼過去，我們要繼續與種族主義這種惡習做鬥爭。好，我們還是回到本場曼城對紐卡的比賽。這一場比賽，福登很有機會達成新的里程碑。他現在英超已經登場了215次，打入了68個球，31次助攻，直接參與99球。那麼周六對紐卡，如果有進球或者助攻，他就會直接參與英超100球，成為第6位解鎖這個成就的曼城球員，並且成為僅次於哈蘭德達到這個成就的第2年輕的曼城球員。哈蘭德當時是24歲237天，而福登明天是25歲269天。值得注意的是，瓜迪奧拉在和紐卡斯尔联队主教練埃迪豪的交鋒中占據絕对優勢。過去交手過21次，瓜迪奧拉贏下了17場。如果只考慮主場交鋒，那麼10次對陣埃迪豪保持全勝。而且瓜迪奧拉麾下的曼城有9場比賽，每場對紐卡至少進2球，只有1場比賽打進1球。還有馬爾穆什打喜鵲也很有心得。他的職業生涯和紐卡交手過3次，埃及前鋒1次完成梅開二度，1次完成帽子戲法，總共打進5球。紐卡也是馬爾穆什的職業生涯中攻破球門次數最多的對手。不過对哈蘭德來說，紐卡卻是苦主，9次交手只打進過1球，而且那是他們第1次交鋒。自此之後，哈蘭德已經連續8場沒有能夠攻破紐卡的大門啦。最近哈蘭德狀態回暖，連續2場都有進球。現在曼城和阿森納的英超冠軍爭奪已經達到白熱化，本輪熱刺將主場對陣阿森納。現在到了衝擊冠軍的關鍵階段，但由於過去7年阿森納屢屢在最後階段掉鏈子，所以部分球迷對阿爾特塔非常不滿。那麼今天球員賴斯已經呼籲阿森納球迷必須要保持團結，在賽季衝刺階段避免對球队產生不滿。賴斯說，賽季到了這個階段，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球迷的支持。我們一路並肩走到現在不是互相指責的時候，我們需要所有人目標一致，步調相同。作為球迷，繼續為這些球員，為這家俱樂部奮戰，繼續相信我們，繼續推動我們。希望在大家的幫助下，我們能帶來一些特別的成就。而最近阿森納每在領先後就不夠穩定，最近的5場英超比賽，他們有3場比賽在領先後沒有能取勝。對陣曼联的時候，29分鐘就先拔头籌，最終卻2-3落敗。對陣布倫特福德，他們在第61分鐘取得領先，但最終1-1被逼平。而就在周3打狼隊的2-2平局中，他們在1小時內取得了2-0的2球領先，
但現在看來那句話是真的，英超最危險的比分就是2-0領先。所以這反映出阿森納球員在這些時刻的集體心態問題。在上述的3場比賽中，每次領先後，阿森納就變得更加保守，更加遲緩，在控球狀態下處理球也更加草率。而對此，賽前阿爾特塔的回應是：當然，我們阿森納絕不是為了去死守任何一個結果，那不是球員的心態。有時候你在站位或比賽方式上必須更有冒險精神，而有時候是因為你在有球的情況下沒有完全做到比賽所要求的某些方面，這更接近於那場比賽中發生的情況。但實際上我們是在承受壓力的同時，沒有讓對手完成1次射門，這也是事實。至於對維拉的那一場，在我看來，比賽最後的7-8分鐘情況是完全不同的。至於你問我，大家都在關心阿森納是不是會崩盤？不，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他們的視角对他們來說都是正確的。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有一本屬於自己的書，我不知道你的那本書会寫什麼。如果把你3個月、5個月、7個月、8個月前的預測拿出來看看，會非常有意思。我們對自己有非常清晰的要求，我們必須活在當下。過去做得很好，但我們必須活在當下，而現在是美好的。我們在每一項賽事中，現在都處在我們想要的位置上，而接下來的一切都必須像過去的7-8個月那樣，通過努力去爭取。好，目前北倫敦德比，熱刺队剛刚換帥，新任主帥图多爾的工作非常艰巨。熱刺現在已經有10多名球員受傷，只有13名球員能夠參加訓練，所以情況非常不樂觀，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戰。但這是德比，這是北倫敦德比，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另外，咱们看一個有意思的數據啊，世界最佳角球隊阿森納，他們本賽季平均每次從獲得角球到開出角球需要耗時44秒，在英超排名第1。這整個過程共耗費了117分鐘，數據也是英超第1。所以在溫格時代打觀賞性足球被罵軟蛋的阿森納，現在已經在阿爾特塔手下開始用競技性的踢法。一切的一切最終以結果以冠軍來說話。OK， 我們再看一下切爾西這邊，明天切爾西北京晚上11點的比賽，老 K 也將跟大家直播，大家一起陪伴着看這場比賽。本賽季切爾西他們英超主場在領先情況下已經丟了15個積分，在隊史上是單賽季英超主場的第3多。他們過去只有95到96賽季丟了20分，15到16賽季丟了16分啊，這都是單賽季英超主場在領先情況下的丟分。這主要是過去的主教練馬雷斯卡的問題，但新的黑人主教練41歲的羅塞尼爾上任之後，切爾西目前的狀況不錯。可這一點呀，竟然引來了著名足球評論員卡拉格的嫉妒。卡拉格最近批評羅塞尼爾，而且批評得莫名其妙。他說呀，當你在新聞發布會上看到羅塞尼爾的時候，感覺有些怪怪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演戲，為了表現得像個大牌教練。但如果你還記得波特在發布會上的樣子，就是始終感覺不太契合，感覺他沒有管理切爾西這樣一家俱樂部所需要的個性和魄力。我在想，這次會不會也是一樣？當你看着某個人卻覺得哪裡不協調，無論是演戲還是羅塞尼爾的自信過了頭，他給我的感覺並不弱。我們只是還不知道他是否足夠優秀，這需要時間去證明。哈哈，卡拉格說這個話真的有點意思，感覺完全是為了黑而黑。好，今天 TA 有專欄專門談到了切爾西球員的工資情況。現在包括恩佐和凱塞多幾名切爾西的核心球員呀，都想改善自己的工資和待遇。因為切爾西現在的模式引領了一種超長合同的風潮，這種超長的合同對俱樂部的好處顯而易見。更長的合同能夠更久地保留球員轉售出去的價值，但前提是球員的表現要穩定。如果球員表現不佳，那麼俱樂部就將承擔薪資的負擔。而切爾西方面過去一直強調，通過大幅的降低基礎薪水的水平，像過去那種負資產球員會越來越少。從切爾西過去3年冗長的離隊名單啊，這就是有力證明。不過比較低的基礎薪水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像表現非常出色的球員，他們很快就會超越自己合同上的薪水的水平，即便合同上也有一些和個人成績、團隊成績相掛鈎的獎金條款。但這些球員在和競爭對手的球員、國家隊的隊友或者一些經紀人交流的時候，很容易發現自己的薪水過低。這就是現在切爾西的合同策略必須面對的現實的挑戰。現在包括恩佐、凱塞多在內啊，好幾名核心球員，他們的工資過低，都希望和切爾西俱樂部重新商談合同，改善待遇。切爾西方面目前表示這很正常，
也印證了切爾西俱樂部的規模和雄心。恩佐和凱塞多他們目前的合同是2023年以破亿的轉會費加盟切爾西當時所簽的合同。如今這兩人都是絕對核心，恩佐更是副隊長，凱塞多榮膺2025賽季隊內最佳球員。恩佐的合同簽到了2032年6月，凱塞多簽到了2031年，再加1年的續約選項。這兩人近期都更換了經紀人。除此之外，還有科爾維爾，他的合同到2029年，外加1年俱樂部續約選項。去年8月，他的左膝前交叉韌帶撕裂，讓他的恢復成為當務之急。24到25賽季，他是中後衛中出場时間最多的球員，預計傷愈歸來以後，也會重新成為切爾西的防線核心。所以目前切爾西一線隊中，只有隊長詹姆斯，還有庫庫雷利亞，還有查洛巴和阿达拉比奥尤，他們處於常規的合同周期，他們均會在2028年夏天成為自由球员。查洛巴的合同中含有1年俱樂部續約選項。而過去以來，蓝軍切爾西的策略通常是在球員合同進入最後2年之前就要完成續約，或者必須出售。庫庫雷里亞去年8月向 BBC 透露，已經和切爾西達成了新合同，但只是薪水的提升，並沒有延長年限。而考慮到里斯詹姆斯的能力還有出勤率的提升，以及他在切爾西的地位，他也理應成为續約的头号優先選項。切爾西方面對這件事的看法是，所有球員的合同都會個案處理。但俱樂部決心堅持他們在賽季期間不重新談判的政策，確保球員專注比賽。這個立場也符合務實的邏輯。切爾西的大部分合同都與歐冠資格掛鈎，如果沒能晉級，薪水會大幅下調。而本賽季能否獲得下賽季的歐冠資格，切爾西還仍存在變數。不管怎麼說，要留住人才，並且在他們的巔峰期要獎勵頂級的人才，這是切爾西確保競技和財務雙贏戰略的核心。而沒能達到切爾西標準的球員就將被清洗，並且升級球員。現在切爾西方面堅持稱無意出售他們的核心球員。總之，續約談判是一門精細的平衡的藝術。一位薪水合理的優秀球員稍有不慎也可能變成溢價續約的反面教程，例如斯特林。所以今年夏天我們就看一下凱塞多和恩佐到底是續約還是轉賣。好，再關注一下巴塞羅那的拉什福德。拉什福德看來今年夏天是必定離開曼聯了。他已經從自己的商業公司中提取了850萬英鎊，這其中約750萬英鎊是來自自己的肖像權公司，另外100萬英鎊現金是從他的房地產公司提走的。目前這家公司還持有820萬英鎊的資產，負責管理拉什福德在曼徹斯特的11處投資房產。現在看來，這筆租借即將以2600萬英鎊的價格轉為到巴塞羅那的永久轉會。而出售拉什福德也將為曼聯每周節省約31.5萬英鎊的薪資開支。另外還有卡塞米羅、桑喬等其他的高薪球員同樣會離隊。除了拉什福德之外，今天傳出馬德里競技曾經向巴塞羅那表示，對小蜘蛛阿爾瓦雷斯的要價是2億歐元。可球員目前更接近於和馬競續約，因為這個要價確實讓巴薩主席拉波爾塔打消了要簽下阿爾瓦雷斯的念頭。而球員和馬競的合同中甚至還有一個4.8億歐元的解約條款。26歲的阿爾瓦雷斯其實本賽季在聯賽首發21場，7個進球3個助攻，從數據上來說2億歐元確實有些太貴。最近巴塞羅那的主席競選非常激烈，有一位候選人哈維爾·維拉霍阿納在社媒發布了哈里凱恩身穿巴塞羅那球衣的照片，並且配文我們可以做到。圖片上甚至還配上了簽下哈里凱恩這樣的文字內容。他也向外界展示，只要自己能夠當選巴薩主席，就要为俱樂部簽下凱恩。這位候選人在介紹自己的競選綱領時透露，他們已經和哈里凱恩的團隊取得了聯繫。不過候選人倒是坦言，現在負債累累的巴薩是否有足夠資金能完成這樣一筆轉會，他自己也並不清楚。好的，巴塞羅那和他們的總監德克依然在馬不停蹄的網羅天下英才。最近已經敲定了諾維奇16歲的邊鋒阿傑伊·塔瓦雷斯，交易已經 here we go。這位英格蘭新星1月份已經達成口頭協議，他只想加盟巴薩，為此拒絕了幾家德國俱樂部的邀請。這位小妖塔瓦雷斯16歲，身高只有1.70米，他過去在諾維奇也是一線隊主教練的重點培養目標。現在來到了拉瑪西亞，咱們看看過2年會不會成為最頂級的天才之一。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明天北京晚上11點咱們直播切爾西對伯恩利的比賽。周日的北京晚上10點咱們看諾丁漢森林對利物浦的比賽。
總之，感謝大家的陪伴、點讚、評論和分享。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明天再見。